写字是漫长的练习，想要在这一条看不见改变的路上杀出一条重围，你需要简单有效，可以协助你立即改善字体的方法。如果你的字本来是长这个样子，你希望有机会变成我写的这个样子，这部影片会教你3个方法，这即将是你学习路上得到最大的协助。首先，请你记住第一件事，笔画就是线条，只要改变线条的状态，就能提升字体的美感。第二件事情是，除了笔画，书写字体一定要留意空间。格子中的空间不断地被新形成的笔画切割，若是切割得好，那么整体呈现就会是整齐的；切割不好，那么就会是凌乱的。你是真正想改变字体的那个人吗？我这就来教你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情也非常的重要，赶紧订阅这个频道吧。后台的数据告诉我，太多的观众没有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一起让优质的写字影片帮助这个世界上更多的人吧。如果影片有帮助到你，也记得帮我按赞、热推、留言，我有收获。叮咛大家，所有的想要都是点滴时间的累积。如果你想要改变字体，那么就耐心的把影片看完咯。首先，第一个部分，改善笔画。笔画会不稳，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跟手部的肌肉力量有关系。手指头若是没力气，那么线条就会抖。所以想要改善笔画线条的稳定性，就要回头刻意去训练手部的肌肉。我们要透过以下几个分享的小练习，协助你针对手指头的肌肉做一些肌力训练。第一个小练习是横线跟直线的练习。我们把田字格划分成4个小方格。我们开始在格子中练习画直线条，不断的练习，把格子边缘的这个纵线当作是书写时的依据。运笔的过程中，用食指带着笔前进，但是食指跟拇指之间的施力要平均，不然线条容易歪斜。接着我们画横线条，眼睛看着横线的部分，目标是要把自己书写的线条跟横线书写的水平状态一致。接着你可以试着加大范围，用整个格子的范围做直线条以及横线条的练习。当范围加大后，训练的难度就会增加。你要有耐心，慢慢的不断的重复这些步骤。很多人一开始连线条的书写都会不稳，这时候要给自己一点空间和时间。没有人一开始就能够写好字，坦白讲，大家都是练来的。差别是有的人比较幸运，他知道方法，所以他少绕了很多弯路，也比较不容易在中途放弃。直线条、横线条练习完之后，我们可以进入第2个部分，就是斜线条的练习，从右上斜到左下。接着我们再从左上斜到右下。接着我们可以做圆圈的练习，从内往外旋转，尽量保持线条之间空间的一致，像这个样子。这是第3个小练习。第4个小练习是弹簧圈的练习，从上而下书写弹簧圈。你可以书写大的、小的、轻的、重的。这些练习可以帮助我们训练很少使用的手部肌肉。手部肌肉有力气之后，在控笔能力上也会大大有进展哦。接着开始调整字体中的笔画状态，让笔画的书写带着微微上扬的感觉。画面上的龟字横画略微上扬，画面上的且字横画略微上扬，把每一个笔画横画调整成上扬的状态。具体怎么做呢？来示范给大家看。以龟字做例子，我们把横画
往右上慢慢扬起，像爬一个小坡般往上书写，让横画为上扬。接着我们再下一笔的竖画，从上而下。接下来的这笔横画继续沿着这样子上扬的感觉，继续往上书写。那么接着再一笔的横画咯，这笔横画也一样让它继续上扬。接下来竖画对着上方书写，上方的这几笔横画我们都让它带着上扬的感觉，这样子爬升的角度像是一个平缓的小坡，从左下慢慢的走到右上。那么现在要进入最后一笔的横画咯，最后一笔的横画在书写的时候，我们会先往上扬起一点，但在结尾的地方要记得轻轻的将它压回，这样子在书写的时候，字体才会有一个稳定的向下走的力量。如果所有的横画都上扬，最后一笔的横画没有压回平衡，那字体就会看起来有点倾斜，向左侧倾倒。在笔画的书写质量提升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往更精致的方向前进，去制造笔画的粗细，由轻到重，从上而下，可以书写点画。那么点画的起头，轻按一下，往旁边带出，再轻按一下结尾，就可以书写横画。接着如果我再轻按一下，往下直直的，让笔慢慢沿着像纵线般的角度往下，就可以书写竖画。那么轻按一下，往旁边慢慢撇出，笔尖自然带离开，就可以写出撇画。那么如果我在这个地方轻轻的入笔，走一段平坡，接着再走一段斜坡，再走一段平坡，这就可以书写出捺画。如果再轻按一下，往下拉，在下方顿一下，再往上勾出，这就是竖钩。那如果是同样的方式，轻按，往下行走，顿一下，再往右侧勾起，这就是竖挑咯。接着点画的起头配上一个往右上挑出的线条，这就是挑画。掌握笔画的细节，经常练习，那么再把这些笔画组合成字，字体的改善幅度就又更大了。第二个重要的概念是，你必须尝试去改善字体中的空间状态，把字体内的留白尽量等分，让笔画之间尽量呈现均间的状态。我用上面两个格子中的线条来跟大家做说明。我们看一下右侧的这个笔画摆放，中间呈现的空白大致一致，笔画之间的间距大致相等。那右侧的格子内的线条，空白忽大忽小，笔画之间间距不等，哪一个格子的空间感比较整齐，哪一个格子的空间感比较凌乱，是不是一看就明白了？所以一定要学习把字体中的笔画均间摆放。各位要注意哦，我说的是一定，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。不仅竖向笔画我们要均间摆放，横向笔画我们要均间摆放，就连撇画、点画这些笔画，我们都要尽量均间摆放。我来示范点这个字给大家看。首先我们先书写竖画，接着再书写横、折，外框的部分已经处理好了。接下来内部的空间要被两笔的竖画平均的切割，这个时候就要应用上均间的概念咯。两笔笔画的摆放要均匀的切出3块空间，所以我们先写第一笔的竖画，再写第二笔的竖画。第二笔竖画的起头略高于第一笔竖画起头一点，我们让竖向空间均匀的被切割。接下来要处理横向空间咯，这边会有一道笔画，下面会有一笔横画，上方的横画书写后，要把这块空间
也做平均的切割，所以我们就在中间这个地方下笔横画。接下来利用一下笔画书写的技巧，轻按一下，下笔往旁边拉，在结尾处轻按一下，再把笔轻轻离开。上方的笔画分布做到了竖向均尖，做到了横向均尖。接着我们要下方的撇画跟点画咯。撇画我们抓竖画起头进来一点的位置往旁边撇出。接着我们再抓这个竖画结尾的地方，进来一点的位置下结尾这一笔的点画。运用笔画均尖的原则，再加上一点线条的技巧，字体就可以呈现出更棒的书写状态。第三个，你要避免字体永远都是方方正正的样子，我们要制造字体里面的焦点，把某一笔的笔画写长，就能够突破方正的字形，让字体有一个聚焦的亮点。像画面上的点字，我刻意把下方的横画往两侧延伸，横画就成了点这个字的主笔。如果选择了其中一个笔画当主笔，那么其他的笔画就要加以收敛，来凸显主笔的存在。我来示范信这个字给大家看。我们先书写一笔的横画，这笔横画短短的就好，接着再书写一笔的竖画。接下来的这笔横画，我要让它成为信字的主笔，所以我把起笔往左侧移动，让它拉长书写。书写完毕之后，接下来所有的横画部分长度都要加以缩减。接着我在这边下一笔的点画，在这里下一笔的撇画。接下来继续书写横画，横画的长度就不能拉得太长，所以大概跟上方的横画差不多，或者略长一点就好。接下来再下一笔的横画，长度一样要拿捏，跟上方横画差不多就可以了。我们让第二笔的横画成为主笔，那么其他的横画就要写短。接下来我们要写竖画咯，对着上方竖画，或者书写在上方竖画稍微右侧一点都可以。我们书写最后一笔的竖画。横画可以当主笔，竖去钩也能当主笔。我来示范允这个字给大家看。我们先写撇画，接着再挑回，在这边再书写一笔的点画，上方形成了一个像三角形的感觉。接下来我们再写一笔的撇画，从这个地方出发，往旁边书写撇画。接下来我们在下方延伸书写竖、曲、钩，当做主笔，把竖曲钩拉长，制造允字的焦点。写字的技巧和心法是层层叠叠，不停累加，每次只要多懂一点，多学一个字，你就是又往前进步了一些。各位啊，你敢相信吗？这是第91部影片了，我到底陪伴了多少人成长啊？请在下方留言栏处为我的努力分享写下一句谢谢你吧。如果我的影片让你开始对写字有了兴趣，你也认同我的说法，只要懂得方法，人人都可以改善字体，那么邀请你一起来加入我所开设的学堂线上课程。这2门线上课程都能提供你非常大的帮助。第一个是15日美字养成班，第2门是我所推出的新课14堂极速美字进化班。这堂课更是集合了我学习硬笔书法多年来的心得，我想把我所有懂的东西都在这门4堂极速美字进化班中为你说明白。这2门课真的都非常的棒，你绝对会喜欢的。频道的影片替我把写字的观念推广给
对改变字体有想法的人。学堂的课程则真正邀请想改变字体的人一起加入学习，你会是其中一个吗？如果书写的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，欢迎在下方留言栏处提出，我会尽力为你解答的。那么想加入我们的学堂课程，请看资讯栏跟留言栏处连结咯。那么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